圣经启示录第11章记载了一个预言，这段文字大概有1900年历史。世界末了的时代，上帝将差遣2位见证人在全世界传讲神的信息，同时他们有权柄，可以随时随地用各样灾难打击全地。他们会揭露世人的罪，当他们完成使命后，魔鬼将杀掉他们，而他们的尸体则会暴露在城市的大街上。重点是全世界的人都能看到并知晓这个全球性事件。标准一本圣经的记述是，来自各民族、各支派、各语言群体和各国家的人都要观看他们的尸体3天半，又不准人把他们的尸体安放在坟墓里。进而全世界会为此欢庆，彼此交换礼物，因为这2个见证人曾使地上的民众受痛苦。这个预言虽然目前还没有实现，但是这里边却隐藏了另一个让人极其震撼的预言，而且它已经实现了。或许这段经文你已经读了很多次，但可能你从未留意过这里的细节。假如您是1800年前的基督徒，请把您的思维转换成1800年前的人类，把脑中的高科技全部去掉。当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的头脑里会出现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那就是怎么可能全世界都会看到并知晓这2个见证人的死亡事件？我们21世纪的基督徒很容易就会想到这个事件在未来会有网络、电视、直播、广播等让全世界都知道。但是1000年前信息闭塞的基督徒们是无论如何都想不到全世界会如何在同一时间里见证这个预言中的全球性事件。您看到这中间的问题了吗？再比如说，假如您是500年前在印度的基督徒，可能您这一生都不会接收到一条来自耶路撒冷的新闻，因此全世界同时知道一件事在当时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直到20世纪和21世纪，随着广播、大众媒体和网络技术的诞生，才使得启示录中描绘的全球同步事件真正的有了实现的基础。只不过这个隐藏着的预言直到最近几个世纪才实现，大家看明白了吗？圣经其实完美的预言了我们今天这个信息流通的世界格局。还有启示录第13章的另一段预言，这段预言提到了一只兽，象征着敌基督。预言说这只兽的一个头似乎受了致命伤，但这致命伤却痊愈了，全世界都因此感到惊奇，并跟从了这只兽。这2个预言中的意象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全世界都在目睹同一件事，全世界都知道2位见证人死了，并为他们的死亡庆祝，然后是全世界也都看见了那只兽受了重伤，但是又活了过来，并追随那只兽，也就是说全世界都集体做出了回应。问题是，从公元1世纪、2世纪、3世纪、5世纪，甚至是15世纪的基督徒根本想不到这种全球同步的信息一体化。除非那位15世纪的弟兄能穿越到今天，他才会恍然大悟，原来这个预言可能是以网络的形式让全世界同时看见2个见证人被杀的那一幕。您看懂这1900年前的预言了吗？再看大约2500年前的圣经以西结书37章21节，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这样说，看哪，我要把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列国中领出来，又从四围聚集他们，把他们领回故土。世界将会聚焦于这片小小的土地，以色列仅仅是台湾面积的60%，却被一种几乎恶魔般的愤怒围绕着。如果您是1000年前的基督徒，您看到上述经文会非常诧异，因为1000年前世界上已经没有以色列这个国家了，犹太人仍然被驱散在世界各地，而且世界还未连成一体，更不具备全世界联合起来对付以色列的另一个预言的条件。也就是说，1000年前的基督徒是完全看不到这些预言的迹象的。但我们21世纪的基督徒则眼睁睁地正在看着这个预言一步步地走向现实。我们今天可以清楚地看到，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反以色列、反犹太主义的浪潮，甚至在美国也广泛蔓延。但它的根源并不在人性，而在于属灵层面。这是魔鬼的仇恨，是从古至今一直存在的仇恨，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仇恨。龙的势力将会被强化，并带来毁灭性的影响，这将引出另一个预言的实现——哈米吉多顿战役。启示录第16章14节记载，他们原是鬼魔的灵，实行奇事，他们到普天下的众王那里去，叫他们在全能神的大日聚集作战。16节说，巫灵就把众王聚集在一个地方，希伯来话叫哈米吉多顿，这个地点就在今天以色列的北部地区。
启示录提到一支未来会由4名使者率领的军队，士兵人数为2万万，也就是2亿。而启示录写作时期的地球人口也才2亿左右，历史上从未有过2亿规模的军队，唯有在我们这个时代才使其变得可能。世界人口在1830年才达到10亿，经历了1700-1800年才达到这个人口规模。而到了1927年，人口达到20亿，用了100多年才开始翻番，直到如今的80亿。不过你说有没有可能这2亿的军队不是人类呢？这个也只能等到未来谜底揭晓的时候，我们才能一探究竟了。启示录第11章提到的另一个异象，经文说，有人赐给我一根苇子，当作量度的杆，吩咐我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敬拜的人都量一量。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要量，因为这是给外邦人的。这段经文的核心在于神的殿，也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殿，这是唯一被神承认的圣所。犹太人正是这些敬拜者，他们世世代代将耶路撒冷视为信仰中心。那么也就是说，在末后的时候，一定会有一座圣殿屹立在以色列。如果您是生活在500年前，也就是16世纪的一位基督徒，您所看到的景象则是一个强盛的伊斯兰教国家奥斯曼土耳其控制着以色列的领土。这片土地掌握在狂热的穆斯林手中，而在圣殿山上屹立的却是穆斯林的神圣建筑清真寺。而且当您看到圣经预言以色列将在末世重建圣殿的时候，人们会说以色列复国根本不可能。没有人会相信有一天这会再次成为犹太人的国家。打一个不是那么100%恰当的比喻，这个难度就相当于目前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印第安人派了一个代表和川普总统说，把白宫这片土地还给我们，我们很有可能把白宫拆掉，在上边搭建一个具有印第安特色的帐篷，因为这片土地原本是属于我们印第安人的。这个难度级别几乎是一样的。换句话说，对于500年前的基督徒而言，这根本就是天方夜谭。但历史就是这么神奇，末日预言就像聚光灯，首先照亮了整个以色列。1948年，以色列复国，然后焦点集中到耶路撒冷。1967年，以色列6日战争收复了耶路撒冷，最终在今天，全世界都聚焦到了耶路撒冷的圣殿山上，聚焦在圣殿山的圣殿重建工程上。前几天，以色列的祭司们已经为重建圣殿需要献祭的红母牛进行了献祭彩排，他们献上了一只稍有瑕疵的红母牛。很多基督徒都相信圣殿重建的时间越来越近了，而第3圣殿的重建正是弥赛亚回到世界上的预言中的关键一环。神说末世的时候那里会有一座圣殿，就一定会有一座圣殿。现在在以色列已经有很多团体正为这件事积极筹备，他们已经重新制作了圣殿中会使用到的器皿，也在训练利未支派的后裔作为未来圣殿的祭祀。这一切都正发生在地球上最具争议的地点——圣殿山。未来这个地区所引发的事件很可能成为全球性战争导火索。其实2023年10月7号发生的事件，也就是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表面上看是一场军事冲突，但其背后真正的核心原因是与圣殿山相关联的。包括2001年911恐怖袭击背后的真正原因，其实也是与圣殿山息息相关的。由于篇幅的缘故，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和大家展开细说。除了启示录，我们还必须提到以西结书中的预言，因为它填补了从当今时代到启示录末日审判之间的重要空白。以西结书38、39章讲述了一场即将到来的针对以色列的大规模入侵，它具体预言了参与这场入侵的几个民族。这个预言多年前似乎遥不可及，但如今国际事态的发展正快速朝着预言的方向进行着。尤其是过去这些年所发生的政治和军事事件。如果你想了解这一部分预言，请移步到本频道的《圣经大先知书：未来中东战争预言》的视频，会对以西结书38、39章的预言有详细的讲解。这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如果你喜欢，希望你订阅、点赞、留言支持博主。咱们下期见。